我諗當時嘅時候咧，即係知道可能呢一個都會係一個先例啦嚇，咁但係即係會唔會係一路都枕住有？其實呢個真係冇諗過喺呢20年裏面，其實真係都一路有 case。Today's ruling is, a very small step for us, but I think it's one giant step for equality in Hong Kong. 當日完咗之後，我哋都知道其實如果政府唔會主動去改變成個即係香港嘅法例，即係會逐個唔同嘅權利會有人去爭取咯。點解你可以斬開嚿叉燒足夠賣，我可以賣俾你，但係成條唔賣得咧？呢一種嘅做法本身就係不公義。單官司完咗之後係點咧？咁樣我可能變翻普通一個人咁樣去同我 partner 咁樣普通過情侶生活啦，同埋即係可能都有少少寄望就係、是、咁。如果嚟緊可能真係同志可以申請到公屋，咁佢哋可以即係好好佈置佢哋屋企啊，咁有個溫馨嘅安樂窩啊咁樣。見到呢啲場景我都想像起都會覺得開心咁樣嘅。法庭終於見到你受嘅苦係真係真真實實有發生過嘅。個官司突然間完咗，我係有少少唔知何去何從嘅，但我會好開心，如果我可以完成咗個官司，可以為吳漢林做即係完成咗佢嘅遺願咯。2024年11月26號，終審法院就同志平權公屋、居屋同遺產案頒下終極裁決，同志一方獲得終極勝訴，即係公共房屋政策同埋遺產法例排除同性伴侶屬於違憲。自此10年間，所有關於同性婚姻同埋配偶權利嘅司法覆核案件都審結。關於同性配偶權利嘅案件，全部都以政府敗訴告終。而岑子傑入稟要求承認海外同性婚姻，亦都部分終極勝訴。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法律冇提供任何替代途徑喺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屬於違憲。裁決話，基本法雖然保障異性婚姻，但係並冇將同性婚姻排除在外。港府需要喺2年內為同性伴侶關係設立替代框架。英國早喺1960年代已經將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但係香港就要等到1991年嘅7月11號，立法局終於喺只有6票反對嘅情況下，修訂刑事罪行條例，將21歲以上男子之間雙方同意喺私人地方進行嘅性行為免除刑事責任。非刑事化之後，社會風氣亦都漸趨開放。首宗關於同志嘅司法覆核案件係2005年，當時未滿21歲嘅 Billy 挑戰刑事法入邊有關同性非法肛交嘅條文，年齡限制係21歲，但係針對異性性交嘅年齡限制就係喺16歲，認為係存在歧視。高院法官夏正民喺2005年頒下裁決，認為條例有歧視之嫌，裁定 Billy 勝訴。律政司上訴失敗之後冇上訴去到終審法院，但係有關控罪一直拖到2014年先至修改。呢個案件雖然並唔係爭取同性婚姻嘅合法性，但係裁決某程度上反映咗法例對同性戀者嘅態度上存在偏見。裁決亦都解釋咗人權法入邊關於不論種族、膚色、性別等等身份嘅平等權利，包括不論性傾向。官方政策或者決定，如果基於性傾向而作出嘅不合理待遇或者歧視，將會被視為違憲。呢個case 嘅時候發生咧，就都冇太大嘅顧慮啦嚇。咁可能即係年紀輕又唔怕死，都唔似想像中嗰個情況咁差。係會唔會係會俾人冷眼啊、揾唔到工啊、歧視啊咁樣？我屋企人接觸對情況嘅範圍裡面都係非常之正面啊，都係非常之支持啊。即係作為一個打過司法覆核嘅人啊，經歷過即係你叫做過五關斬六將又好，即係跳晒火圈都好嚇，即係都係一個會係幾可，即係可以係一個幾筋疲力盡嘅事。咁喺香港即係呢幾年裡面都有好大嘅轉變，烏干達喺尼日利亞或者喺啲中東國家伊朗都有一啲嘅同志團體、同志本身 LGBTQ 本身去
為自己嘅權利發聲嘅時候啊，喺香港仲有冇呢一個空間去爭取權利呢？我相信喺香港都仲有呢一個嘅權利，只不過係點樣係 adapt to 即係適應翻嚇呢個新嘅遊戲規則裏面嚇，究竟可以做到啲乜嘢，用乜嘢方法繼續去喺呢一個道路上面去前進呢？咁我諗即係呢個係需要啲時間去摸索。2014年英籍女同志 QT 成為首個喺香港挑戰同性配偶法定地位嘅人。QT 獲聘來港工作，為喺英國已經登記民事結合嘅女配偶申請受養人簽證，遭到入境處拒絕。入境處之後有因應 QT 嘅情況，准許佢嘅同性伴侶有限度居留，但係 QT 堅持要司法覆核。案件喺2016年聆訊 ，QT 初審敗訴。歐慶祥喺判詞入邊提到，荷蘭喺2001年立法承認同性婚姻，係全球首個就此立法嘅國家。佢哋喺立法之前已經修改咗同性關係可能觸及嘅法例。歐慶祥認為，除非立法機關已經就婚姻喺各個法例上面重新定義，否則法庭唔應該參考外國法例就擅自作出更改。喺 QT 案進行期間，入境事務主任梁振剛喺2015年就同性伴侶報稅同埋享有公務員配偶福利提出司法覆核。QT 案同埋梁振剛案都要打到上終審。喺 QT 案入邊，只係容許一個人以受養人身份喺有條件之下留港，唔涉及入境處承認申請人同伴侶之間嘅結合。而梁振剛案，政府就以保護香港嘅婚姻觀念作為論點。如果俾公務員配偶福利同埋合併報稅，就係觸及社會傳統對婚姻嘅價值。QT 喺上訴同埋終審都勝訴，不過上訴庭法官就話香港只係接受一夫一妻異性婚姻制。而終審判詞就話 QT 因為獲得入境處認可佢嘅才能，從而獲發工作簽證，同佢嘅性取向無關。如果入境處因為性取向拒絕向佢嘅同性受養人發簽證，並唔符合政策吸引人才嘅目的，佢發簽證造成差別待遇，對佢哋唔公平。I was like, wow, have I actually done it? You know, it's like, have we actually got there finally? And then I was tearful with joy, like I just cried. This is all I wanted for 7 years. 至於梁振剛案，終審法院嘅判詞入邊話，政府提供嘅福利同保障香港嘅婚姻制度並冇關聯。稅務局同公務員事務局嘅職能並唔係保障婚姻制度。法庭難以想像同性配偶被剝奪有關福利會驅使任何人締結異性婚姻。法官又話，社會大眾對婚姻道德嘅觀念並唔係法庭嘅考慮因素。如果以欠缺大多數人嘅共識為理由，拒絕小眾人士嘅申請係有損基本人權。我哋今日嘅判決只係香港平權嘅一小步。咁我哋用咗超過4年嘅時間，咁先得到今日嘅結果。咁當中其實好多辛苦同埋對我屋企人都有好大嘅壓力。咁我哋覺得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小市民，即係我哋即係作為一個小市民，要經過一個咁艱苦尋長嘅方法，先可以即係得到一個基本嘅家庭權利，其實係好唔應該。Our love is no love than no different than other love. That's why we come to the result today. Love wins. 其實我哋當初嗰我哋個案，我哋都講咗，其實唔係爭取嗰一刻嘅福利，咁但係為咗未來，即係一個鋪路。即係以前喺政府做嘅時候，即係佢哋我啲上司啦，咁都係盡量去唔同我去講我個案嘅。我成日都話，如果你真係有興趣，點解你唔去呢個法庭度聽咧？無論啱啊錯啊，佢哋有咩睇法啊，佢哋支持唔支持，總之佢哋就係採取一個唔喺你面前同你講呢個個案嘅態度。突然間咁快，突然間有一輪有譬如公屋啊、居屋啊，關於繼承遺產啊，所有個案突然間一次過咁多人走出嚟去爭取呢個權利，呢個係我覺得我哋都係值得欣慰㗎啦。我見而家咁嘅氣候，都唔知仲有人會出嚟。Yeah.
但係希望在明天，我哋只能夠繼續。2013年已經同丈夫喺美國登記結婚嘅岑子傑，一直熱心爭取同志權益同埋參與社運。佢喺2018年5月就海外同性婚姻喺香港未獲承認為理由，申請司法覆核，係直接挑戰同性配偶嘅法定認受性。2020年9月，佢喺原訟庭敗訴。當時審理嘅法官周家明指出，香港有好多政策同法例涉及性傾向歧視。岑子傑嘅案件並非就特定政策或法例提出司法覆核，所以裁定佢敗訴。但係話岑子傑可以繼續挑戰其他政策或者法例。你冇理由異性戀乜都唔使做，佢就可以獲得佢哋嘅權利。但係同志，你一次過去爭取你嘅權利咧，你就係太激進啦。你應該分開去，去爭取。呢個係一種折磨，一種纏繞。岑子傑喺上訴庭再敗一仗，繼而向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2023年嘅9月5號，終審法院5個法官3-2裁定岑子傑部分終極勝訴。判決話，雖然基本法同人權法都有保障異性婚姻，但係冇將同性婚姻排除在外。而社會上的確未有可以確認呢類關係嘅合法地位，事實上亦都唔一定要係婚姻，亦都有唔少國家會採取民事結合、民事登記等等形式去認可呢種關係。法官又話，社會上個別人士想同伴侶發展長久而穩定嘅關係，甚至成家同埋養育仔女，法律上都會認可佢哋，以保障佢哋嘅權益。異性戀嘅人可以結婚，但喺香港同性伴侶就冇同樣嘅途徑。社會上有需要為佢哋確立一個認可佢哋關係嘅措施，呢個除咗係社會所需，亦都係因為法律上對同性伴侶嘅歧視。港府需要喺2年內為同性伴侶關係設立替代框架。岑子傑案嘅進度同判決，亦都影響公共房屋同埋遺產繼承權嘅司法覆核案。2019年梁振剛案終極勝訴之後，正式奠定咗同性配偶平權嘅基礎。之後先後有吳漢林就同性配偶遺產繼承權同埋居屋政策提出司法覆核，而 Nick Infinger 就公屋政策提出司法覆核。佢哋喺2020年原訟庭勝訴，政府不服上訴。吳漢林喺2020年12月輕生，佢嘅丈夫李奕豪成為替代申請人，延續案件。上訴庭等到岑子傑案部分終極勝訴之後，駁回公共房屋政策同埋遺產案政府嘅上訴，但係政府一方就繼續挑戰去到終審法院。喺2024年11月26號有咗終審判決，政府失敗告終。判詞就話，海外締結嘅同性婚姻係喺當地法律規管之下公開作出嘅承諾，同異性婚姻無異，涉案嘅政策違憲。自此，目前所有關於同志平權嘅司法覆核官司已經審結。結婚加埋呢個司法覆核咁樣做啦，係咯，兩樣嘢都好巧合，同時即係差唔多時間發生咁樣咯。係啊，所以就嗰陣時咁就我都又同我 partner 求婚啦，但係嗰陣時即係都喺佐敦咁喺酒吧出邊咁樣好 hea 咁樣求婚咁樣。咁加拿大結完婚之後咧，翻嚟香港就即刻申請公屋，係咯。咁申請公屋之後咁啊，即係咁等佢回覆啦，回覆完，跟住佢嗰陣時都即係拖咗我哋好耐咁冇個結果嘅，就話仲批緊咁樣，係啦。咁到最後尾佢真係出咗封即係拒絕嘅信，就話我哋都唔符合資格啦，即刻即係入紙去即係申請法援啦，做司法覆核咁樣咯。其實都完全冇想像到，即係去到今日呢個狀況，社會都發生咗好大嘅變化啦。咁其實當初我都好反對岑子傑佢咁樣包圍式咁樣去爭取嘅，因為嗰陣時都有個意見就係如果佢萬一佢即係失敗咗，咁就隔好耐嘅時間都冇機會再次去咁樣去即係申請㗎咯喎。但係當然啦，咁就都社會真係變咗好多啊！咁可能變咗之後就變到即係可能司法覆核嗰個機會會少咗啦，同埋即係都最後就估唔到原來岑子傑佢單案都真係爭取到部分勝訴喎咁樣。我覺得會係我自己有啲慚愧咯，即係係咯，因為岑子傑佢都
睇得比較廣闊啊，佢又比較即係佢有吉士去入呢單案咯。自己爭取咗同志權益咁多年，即係可能由自己中學嘅時期開始，嗰陣時都可能都社會好唔接受同志啊，嗰陣時啲教會又好反對同志啊咁樣。咁當時喺一個咁樣嘅環境之下，咁就自己去成長嘅係咯。咁去到今時今日都好開心啦，因為都終於好多人去認識同志啦，即係唔再當同志係隱形啦，同埋都接受同志啦。我覺得都係一款恩惠嚟，都係好大嘅進步。Hello， 我叫 Edgar。Hello， 我係 Henry。我哋今日啱啱結完婚，翻到屋企好攰攰啊！結婚係真係結婚嘅，唔係我唔係話我為咗要做 advocacy， 所以要同你結婚，唔係嘅，係因為我真係愛你，所以同你結婚。但係我真係愛你，同你結婚又可以順便教導下公眾，咁何樂而不為啫？即係法庭咁講啦，就係嗰個歧視係雖然係間接，但係個間接已經係去到同直接冇分別啦。因為房委會話佢哋係想阻止同性嘅伴侶喺申請居屋同埋喺居屋裏面住。其實就好多，我哋今次遺產案係第7次類似嘅案件嚟嘅。個感受係其實係好攰啊，即係心好累，因為每一次人生大事都要上法庭咯。其實佢嘅遺願都係好簡單，佢都係想做一個普通人，佢想同普通人一樣有自己嘅屋企、自己嘅屋企人、自己嘅屋企可以留翻俾自己嘅伴侶咯。